它充分地展現了王牌的名聲，是吉翁軍的紅色死神。初次與高達相遇，直接用腿打了個招呼。喲，大家好，我是CM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這裡是極色系列。本期的素材會用一些 GTO 的片段，由於 GTO 有些內容跟原版有平行宇宙的感覺，所以部分 GTO 的內容主要是以補充為作用。那些和原版有衝突的內容，統一按原版的設定走，大家注意了。好，大家跟着我去吉翁軍那邊看一下吧。老樣子，咱不扯作品，不說作者，也不管發售年代，不囉嗦。單機的介紹，先看個片頭，我們立馬開始。在吉翁，同樣時間往前調到 UC0079 年的初期，魯姆會戰。面對聯邦那群屌毛，以為3倍武力加一堆大炮就能碾壓我們吉翁，但他們沒有想到，我們不但有米諾夫粒子和 MS， 還有一個戴面具的猛人夏亞。他用一台扎古 06C 直接衝進了聯邦艦隊，憑借他那變態的操作技能，直接嘣的一聲，在聯邦面前一閃而過，飛到哪炸到哪，整個場面就像這一個一樣。而在友軍眼裡，就像一顆紅色的彗星。這裡可能有人會說扯淡， GTO 裡明明開的是 06S， 有個老六非要裝顯示器，但夏亞當場就發脾氣，非要拆掉，所以有了3倍速的錯覺。好，這裡再一次戴頭盔聲明一下，以下內容會借用 GTO 版的一些片段素材和共性內容，冲突性內容一概按原版走。好，我們說回劇情。這場戰役中，夏亞操了5台聯邦戰艦，單憑這個戰績，不但從中尉連升到少校，而且還被獎了一台法梅爾，還有一台紅色扎古。對，就是今天的主題 MS06X 夏亞專用扎古。這是一台由 MS06F 作為基礎改裝出來的高性能機，外觀設計上跟 06F 是一模一樣的，除了顏色和頭頂，因為是指揮官型，頭頂必須有點象徵，就是那個多用途刀形天線。另外從結構上看，跟 MS06F 差不多，但內部卻做了改動，推力是大幅調整過的。按照老版本中的記錄，夏亞是換成了 06S 之後，由於高機動戰很強，所以被傳言擁有一般機體的3倍速，把聯邦軍直接耍着玩。也因為這個傳言，導致這台機成了夏亞代表性的機體。紅色彗星加3倍速，這組合出來的傳說一點也不比都市傳說白色惡魔差。後來甚至說，只要這台紅色 06S 一出現，聯邦軍立馬尿褲子。好，說了這麼恐怖，我們一起看看它的結構和設計。全高為 17.5 米，重為 56.2 噸，裝甲材質為超硬鋼合金。全身的外表設計其實就是 06F 型，而內部是以 06F 為基礎，進行了各種的改良。整個設計思想比較接近高性能扎古，也就是 R 型。我們從上往下看，先從頭部開始，一眼看過去，最顯眼的就是頭上的天線。作為 S 型的指揮官機體，把通訊能力進行強化，這是重點之一。當然，這個刀形天線也有另一種說法，認為這只是一個裝飾，就是告訴你他是個隊長。這裡面是沒有任何的通訊能力。兩種說法，大家偏向哪一種就見仁見智了。這個位置為單眼的複合感應器，和 F 型是一樣的，可以隨着左右軌道移動，讓視野保持廣闊，而且還能突然發光。在動畫中，打算揍高達的夏亞就突然出現在高達面前，眼睛一亮，把阿姆羅嚇得半死。這個位置為動力管，外置的方式是扎古的象徵。緊接着把視角往左右看，手臂雖然跟 F 型一樣繼承了扎古1的結構，但裝甲不同。由於是密度更高的金屬材質，所以裝甲強度也更高。在肩部左右肩各不同，分別為一防一攻。右肩為盾牌裝甲，由多種鋼材或緩衝材料構成，屬於基層結構。這樣的設計其實也很實在，畢竟被攻擊時，如果全是僵硬狀態，力會傳導到內部；而如果可以部分損傷，可以抵消衝擊力，讓機體本身的傷害降低。而在左肩是尖峰裝甲，這是帶有攻擊的裝甲，為了保持機體的平衡，兩邊的配重是相同的。在動畫中，一般是先用盾裝甲往前衝，擋隔所有的射擊，
到了差不多的位置，直接一個轉身，用尖鋒裝甲直接撞過去。只要配合得好，單靠邏輯一樣兇猛無比。好，順着手臂往下看，機械手掌，這是一個擁有觸覺的手掌，對，觸覺感應器，由醫療儀器製造商提供的技術支持，不但可以幫忙搬行李，還可以夾住一顆雞蛋，讓雞蛋不被捏碎。這種細微的動作妥妥的，當然需要力量時也會有力量。在動畫中，一個頂了個飛，一拳就能懟進高達的胸口，照樣可以讓他的乳頭疼一陣子。接下來往下看腿部，在這個位置為 AMBAC 系統，也就是動態質量平衡系統，比起 F 型更多，加上本身的輕量化，本機的靈活性會更加的強，而且推進燃料也比 F 型更多，加上下壓這變態的技術牛親自駕駛，所以機動性完全能上幾層樓。不但可以超速的運動，也能做細微的動作，還能一腳踢爆高達的腰子。好，現在把視線往中間集中，身軀。從外觀上看，感覺就這樣 ：F 型的胸口 ，F 型的超短裙，是的，跟 F 型一樣。但往內部看，區別就比較大了。由於本機的結構就兩個重點：第一，需要輕，咱夏亞是最討厭土騷爛腳的；而第二就是推進器，一個字，要大。體積大。やつめ、化け物か！不好意思，是推力大。所以本機的發動機是由 MY 公司和吉姆尼克公司共同開發的兩台核聚變發動機，不但比 F 型要輕5%，而且功率更高，推力提升了30%。當然，功率提高會帶來另一個問題，那就是推進的容量。是的。再怎麼快，瞬間熄火，那也是非常的狗血。為了保證有足夠的推進容量，所以減少了內部很多自動控制的部件。再說，咱夏亞是誰啊？才不需要什麼自動控制呢。所以 S 型說白了也不適合普通士兵駕駛。在超短裙的這個位置有個掛架，可以用來掛電熱釜。現在大家把視線再往中間看，對，我們是時候看看駕駛艙了。首先看看入口。就在左側乳溝的下方有一個艙門，在艙門的深處是一個氣鎖。當艙門打開後，直接就是一個座椅，直接坐上去就可以了。椅子會自己移動，送駕駛員到控制儀的位置，是不是很像超級系駕駛艙的感覺？而駕駛控制方面就兩個字：簡單。兩邊是各種顯示數據的儀器，上面有兩個輔助的控制桿，而中間的就是主控制設備，外加底下的腳踏板。單憑這幾個主控制和頭頂的2個副控制，就能控制 MS 做出各種雜技般的複雜動作。這也證明了夏亞是真的很無敵。而且因為這些結構過於手動化，所以比起同類的整裝和維護會更加的簡單快捷。好，最後一個，大家跟着我繞到後面去。小背包，前面說了，本機的推力是強化過的，相比 F 型要高30%，所以這個噴射背包自然也不同。整個設計都是採用新的模塊，單噴射口就大了不小，最大加速理論值為 14.2G， 而 F 型為 11.6G， 看起來跟 F 型的差距並沒有倍數這麼誇張，但配合了夏亞的操作技術以及那種打架的速度，才有了紅扎古3倍速這種都市傳說。好，看完結構，我們看看人物部分。夏亞阿茲納布爾出生於 UC0059年，原名其實叫做卡斯巴爾·雷姆戴昆，而他爸是吉翁·茲姆戴昆。看到他爸的名字帶有吉翁2個字，估計我不說都知道他爸有多麼的嘎塞了。是的，他爸是吉翁共和國的國父，吉翁主義的倡導者。為了建立吉翁共和國，宣言脫離地球聯邦政府而獨立，作為他的兒子，自然也就是將來實現吉翁思想的孩子。按理是前路無限光明啊，但事實並沒有這麼順利。隨着地球聯邦對立逐漸加深，吉翁突然意外的病死，傳聞是被傻逼家幹的。薩比家幹的，這不能怪我，這音太容易讀錯了。好，說回劇情，但其實後面一堆事也佐證了，確實是這個老六。因為吉翁死後，戴昆派也確實被薩比家偷偷清除。在 UC0067 年，因為地球聯邦駁回了殖民星自主權的法案，這就搞得吉翁公國獨立根本就沒法實現，這也導致吉翁內部加劇了開始分裂。
內部流血事件也開始嚴重，兩兄妹為了躲避這些污糟事，只能捨棄戴坤之名，逃出了殖民星，買下了馬斯家的戶籍，分別以愛德華·馬斯和雪拉·馬斯的名字，然後過着退隱的生活。本來這樣過着也挺好，起碼平穩呢，但現實就是不讓你好過。在 UC0071 年，作為曾經的卡斯巴爾，想想那些污糟事，真的是越想越難受。正所謂退一步越想越虧，忍一時越想越氣。為了替老爸報仇，化名夏亞·阿茲納布爾，直接潛回了吉翁。我猜這裡肯定又有人提 GTO 的劇情了，我前面已經聲明過了。好，我們繼續往下說。潛回吉翁後，就讀於吉翁公國的軍官學院，為了防止被認出來，從此也戴上了面具。當然，這是暗地裡的理由，明面上還是會很裝逼的說，那是因為掩蓋戰鬥中的負傷，跟卡爾瑪是好朋友。當然，這不是為了攀附權貴，而是為了報仇，可見是很長遠的設計啊。就這樣，直到 UC0079 年獨立戰爭打響，夏亞駕駛着 MS-06C 在盧姆會戰中留下了超強的戰績，以紅色彗星夏亞之名讓人熟知。好，順着夏亞的名氣，接下來我們看看他駕駛 MS-06X 紅色扎古的戰役。由於 GTO 中首戰是盧姆會戰，但跟原版有出入，我們就不說了。我們直接從高達出戰開始。在 UC0079 年9月，為了收集高達的情報，夏亞派出了手下潛入偵查。但意外的是，有個屌毛想立功，直接就開槍懟了過去。也多虧了他驚動了本該默默無聞的阿姆羅，也因為這一次的攻擊，阿姆羅跑出了避難所。好死不死，還被他撿到了一本金手指。就在大家嚇得四處逃跑的時候，人家阿姆羅趴着看書，可見他就是個狠人。最後鑽進了高達，從高達踏出一隻腳的那一刻起，我們的都市傳說阿姆羅的白色惡魔誕生了。你真的牛逼啊，老六！聯邦軍真的該給你發個雞腿啊！就這樣，一群人被高達反殺，夏亞沒辦法，只能親自潛入，結果被一群人圍毆，連資料都被打沒了，最後只能逃出去。結果阿姆羅開着高達直接就追了出來，夏亞也沒想到碰到了狠人，最後開着 MS-06S 應戰。先是在阿姆羅面前炫了一下速度，讓阿姆羅懵了一下，最後直接突，然後夏亞懵了。阿姆羅懵是沒想到對方竟然這麼快，而夏亞懵是沒想到高達竟然這麼硬，而且機動性還超出了自己的預想，那怎麼辦？只能撤退了，戰役就此結束。緊接着是第二戰，白色木馬襲擊戰。在白色木馬離開月神2號準備去地球時，夏亞的 MS 部隊來了，先引高達出來壓住。由於地球重力的影響，夏亞很自信地覺得高達肯定抓不準時機返回木馬，只要拖到最後就好，到時候燒死你。說完就開幹，其他 MS 拖住木馬，夏亞親自拖高達。這裡也奉獻了名場面，只見我們的 MS-06S 用盾擋住了攻擊，然後一個丟雷羅梅就撞了過去，最後一拳懟向高達的胸口。阿姆羅疼得要死，哇哇大叫，最後對着高達直接一個香港腳，直接把高達踢飛。兩邊就這樣僵持着，最後也成功把高達拖進了大氣層。就在夏亞淫笑着等着看高達被燒時，沒想到啊，高達直接從褲兜裡拿出了一個套套，直接蓋在身上，冷卻了機身。夏亞也驚訝，什麼人設計的，竟然在褲襠裡面藏東西？不過夏亞也不慌，因為早就預判了這個情況，所以前面的打鬥已經改變了白色木馬的降落地點，他們降落的是地球卡爾瑪的勢力範圍。接下來是第三戰，空中戰役。就在白色木馬降落時，卡爾瑪攻擊部隊就來了，直接圍毆了起來。一開始是被打得團團轉，但當高達一出場時，阿姆羅親自告訴你什麼叫瘋狂，直接裝備一丟，上來就是撕，整個形勢就直接被逆轉了。這個時候夏亞也來湊熱鬧了，只見 MS-06S 直接一跳，在空中懟高達，畢竟兩台機都不是空戰機，這種自由落體的情況下非常考驗技術。而我們的夏亞哪都不打，就打頭，不管你再硬，我就重複打一個位置。就在高達快撐不住的時候，白色木馬來幫忙，才脫險。夏亞也只能看着高達離開。很快就到了最後一戰，夏亞的算計，在卡爾瑪得到白色木馬的情報後，打算來一個圍毆，但白色木馬也不是吃素的，躲了起來，打算來一個黃雀在後。
在一輪轟擊中沒有找到白色木馬，夏亞就親自駕駛了扎古下去搜索，結果就打上了。看着高達邊打邊躲，一副你來抓我啊，抓到就給你，嘿嘿嘿。這時夏亞發現你小子真壞啊，原來在玩這一出。作為本身就是來報復薩比加的夏亞，正好借刀殺人，結果給卡爾瑪指了一條反方向。就在卡爾瑪想着可以立功時，後面突然着火，白色木馬全體射擊，直接從背後掃射。在必死無疑的情況下，夏亞陰陰嘴一笑，卡爾瑪這才反應過來，你個冚家鏟陰我！最後調轉機頭，直接自殺式撞擊，順着一句你哋班粉腸，卡爾瑪的座駕直接轟的一聲爆炸。經過了這場戰役，夏亞被降職了。MS-06S 紅色扎古也結束了所有的戰役，後面也再沒有使用的記錄。好，看完一場場的戰役，我們再一起看看 MS-06S 武器的部分。說起武器，其實 06S 和 06F 的武器是沒有什麼區別的，從數值來看其實也一樣。但說是這麼說，還是要看駕駛者。像夏亞這種指揮官型人物，在運用方面就可以把武器發揮到最大化。老樣子，我們分兩部分來說，先說說我最喜歡的格鬥近身類。一說到格鬥，第一個要說的就是拳腳功夫了。由於夏亞的超強操作技術，四肢也是發揮到了極致，在不靠武器的情況下，單靠作為人形 MS 也一樣可以當武器來用。加上雙肩的盾裝甲和赤峰裝甲，兩者適當配合，也是一種人間的凶器。在動畫中，由於本身武器對高達無效，夏亞是直接裸接硬剛，先是用高速的移動來避開高達的射擊，在到達一定程度的情況下，直接一個噴射，用右肩的赤峰裝甲來一個野蠻衝撞，直接把高達撞懵。在他懵的時候，立馬一個陳雷兵羅雷妹一拳直接歐了過去，打得阿姆羅吐飯，最後一個香港腳直接踢褲襠把高達踹飛，一套動作行雲流水。從這裡其實可以看出，在實力上夏亞的操作技術是可以碾壓高達的，也就是武器不給力。如果能裝備一些強力的武器，對高達有點傷害的話，那白色惡魔的傳說應該也就不存在了。而除了拳腳格鬥，還有一把格鬥武器，那就是電熱斧。這是吉文公國最初期的 MS 格鬥武器，通過加熱的方式讓斧頭變紅，可以直接把敵人的裝甲連融帶砍，真的是很有想法。在斧頭的刀刃位置是陶瓷系的高分子化合物，对電荷很快就會發生反應，能瞬間變成發熱體。在動畫中，夏亞直接一斧子過去，連高達的盾都被砍掉了一截。當然，這還得看人。同樣是電熱斧，其他普通士兵是完全砍不動的。好，接下來我們看看遠攻射擊類武器。120mm 扎古機槍，看名字就知道了，口徑是120mm。這是1年戰爭初期到中期產生的武器，屬於扎古2系列的主武器。這個位置為瞄準鏡，在瞄準鏡的旁邊是一個圓形的彈夾，它是一個以電力制動的方式來上子彈和彈彈殼的。總彈數為145發，而子彈的類別也很多，可以裝不同的子彈，在不同的戰場可以看情況來使用。比如普通的穿甲彈、戰艦穿甲彈，喜歡的話散彈、榴彈也可以裝。雖然這把槍用途很靈活，不過對於月神太來說，威力是不強的。在動畫中，出獄高達就是使用這把槍一頓亂懟，全部命中，不能說沒事，只能說是一點毛事都沒有。所以對於高達完全就是射了個寂寞。最後看一把飛彈類扎古的火箭筒，這也是 06S 型的所有武器中最強的一把，主要是為了對付大型目標，比如戰艦啊什麼的，屬於攜帶式無後坐力的火箭炮，口徑為280mm。這把火箭炮也是很猛，但有一個缺點，就是裝彈數有限。不過只要一旦命中，威力足夠可以把一艘戰艦給炸了。在當年，這把火箭筒用的可是核彈頭啊，所以當年對於地球聯邦是造成了極大的打擊。不過因為南極條約的關係，現在這把武器換成了一般的彈頭，威力也下降了。說是這麼說，但對於扎古的攜帶武器中，他依然是老大。在動畫中，因為扎古機槍對高達無效，所以夏亞就開始用火箭炮，一炮過去，盾都打穿了，可見這把武器的兇猛。好，本期機社就講到這，下期我們繼續 UC0079，都講到紅色彗星了，那其他星不講也不太禮貌。喜歡的朋友可以點讚支持一下，
想看更多的同類視頻，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。我們下期見吧。